我的小号大概快有半年没有更新了，有很多朋友问我去干嘛了，是小号的密码忘记了吗？其实我这半年呢，实现了一个身份的转变，我从一个完全的宅女，尝试去当了一个现充。毫不夸张的说啊，我这半年去做的尝试比前20年都要多。我尝试着自己出国旅游、健身、普拉提、跳舞、去滑雪。然而这一次呢，你敢信吗？我竟然去考了赛车驾照。有没有小伙伴会好奇啊？赛车驾照应该要怎么去考呢？要花多少钱？学习的期间会不会有危险？如果考试期间发生碰撞的话，需不需要赔钱？去考试之前又需要哪些基础呢？那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讲成为车手的第一步。要说我和汽车的话，其实还是有不少机缘的。小时候呢，我爸爸就在我家楼下的汽修厂工作，我每天就看着我爸爸还有他的工友们在楼下修理各种汽车，大卡车、大货车、皮卡车、小汽车、越野车，什么都有。我呢就经常坐在阳台上面看各种牌子的车子开进来，五菱长城、马自达、丰田、本田、BBA。不过最好玩的还得是修理厂的气枪，还有这个泡沫枪。我还有个弟弟，他3、4岁的时候不看天线宝宝，天天就爱看拉力赛。10岁出头的我，还有没到上学年纪的他，就经常在房间里面看上一整个下午的拉力赛 CD， 看着这些车趟泥水，在弯道上面打滑，各种坡上飞过去。再后来呢，我的赛车启蒙应该就是 GT 赛车了。GT 赛车应该是我玩第一个偏拟真的赛车游戏，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要走线，要跑外内外，要记刹车点等等等等。再后来，我们工作室也有了自己的模拟器，这里也能跑上赛、浙赛等等的赛道。但是我去体验真实赛车下赛道的机会并不多，所以说我考赛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我可不想下赛道的时候被别人当成鱼雷。大家应该都知道啊，如果你开自己的车下赛道的话，出了事故都是各修各的，而且保险是不赔的。就算我正常走线被人冲飞了，我也得自己掏钱修我自己的车。所以呢，我就一直想要系统性的学习一下赛道知识，起码遇到萌新我也有应对能力，遇到老手呢也不会阻挡他人。赛照和驾照一样，也有不同的等级。国家 B 级赛照就相当于是赛车手的入场券，有了 B 级赛照呢，就可以参加地方性的赛事了。如果是国家级的比赛呢，就需要再往上的国家 A 级赛照。完成学习和考试之后，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简称 CAMF 就会给车手颁发国内比赛执照了。这个执照的有效期只有1年，有效期到每年的12月31日。车手需要每年申请延续，并且在36个月内参加一次地方性的赛事，否则呢就需要重新参加培训了。当你想好了要考赛照之后，就可以选一个喜欢的培训班。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啊，这个培训班学习用的是什么车，在哪个赛车场练习，教学的内容有哪一些，价格有没有包括时速等等。一般报名的费用在15000到2万左右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我是来到了成都天府国际赛车场，开启我们为期3天的车手之路了。第1天到培训班，第一个签署的就是一个赔偿表，这里列举了赛车所有零部件的赔偿价格。发动机仅卖368000，我们还会领到一套防火赛车服。第1天以理论为主，但我们的教练也是一位车圈的老前辈了，我们需要学习赛车比赛的流程，还有赛车的奇遇。上完课马上就是笔试考试，不过纸上谈兵我最擅长了，好吧，直接秒杀。嗨，我已经考完试啦，现在就是最激动的时候。我们现在要准备去换衣服，然后到 P 房去集合。这里我们还有一项逃生训练，万一赛车着火了，我们需要在危险的情况下10秒之内逃出赛车。你别说啊，在戴着头盔、安全带这所有的装备下，还真得练个几次才有这个熟练度。嗨，今天是第2天，今天的练习内容主要是加速和刹车。现在我后面是什么情况呢？教练是带着 A 组的学员先去熟悉一下赛道，等他们练完之后就是我这一组了。你们知道这一次的练习车有多么离谱吗？全都是 Emira， 不得不说这个车实在是太帅了，还不知道待会儿要选什么颜色的，小伙伴们，要不你们帮我选一下吧。基本
本上就是动力上面没有什么改，里面的话就装了比较多了。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。首先呢，一打开你就会发现，哇哦，这是什么防滚架？然后这个车门这里也是改成了这种机械开关。你看这个门板已经被改成这个样子，就是说这里的那些原先那些内饰都没有了，变成最简单这种机械开关。所以说这个窗是完全降不下去的。如果要降的话，就得把这里拆开。这个袋子也是用来关车门用的。哎呀，首先呢，这车里面所有原先的内饰，在进到赛车场之后就已经全部把它给拆掉了，就只保留了这一些简单的部分。然后也可以看到这里为了装这个防滚架，削掉了一个小角落，真的很硬核。座位呢也是不一样的，你会发现它就是赛车的这种座椅，也叫筒椅。安全带是从这里上来，然后把你自己稳稳的绑在座位上的这种背带的，一共有4个扣子这样扣住的。方向盘可以看到上车的时候它是在这里。然后我们只需要把它这样子卡的一下，它就会卡进去了。这里还有一个一直避开的这个网呢，它到时候是这样子，把这里这样子扣起来，这个就是用来防碎片的。刹车是开赛车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功，最好呢是踩到足够重，但是又没有抱死，又或者说刚好踩到 ABS 没有工作的这个极限。这里呢会让每个人有5次的练习机会，我的最后一次练习也是基本上完美了。下午呢，我们就开始正式上赛道去认识路线了。上去之前，我们都会拿到这个赛道的地图。整个天府赛道有19个弯道。一开始我们以比较慢的速度跟着教练车开，这里需要我们去记住各个弯道的刹车点、入弯点、弯心还有出弯点这4个点。后续的几圈，教练就会慢慢的开始提速，最后跟跑的速度基本上会达到最后刷圈的80%到90%。所以如果有弯道没有处理好的话，也是很有可能会打滑 spin 的。I am stupid。我们教练也会安慰我们啊，没有车手是不滑的，不 spin 的话还是赛车手嘛。今天状态极佳啊，今天大杀四方了。哎呀！刚刚教练就是带我们去赛道里面认了一下路嘛，本来说是不会开得很快，不会开得很激烈，结果呢，刚刚100多进的弯，我天呐，把我吓死了。吃到一点点草，哎呦！但事实上，赛道就是这么激烈的了。嗨，那么今天就是第3天，也就是最后一天了。那我们今天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早上我们先会跟着教练去全速的跑一遍，然后下午呢，我们就是跑一遍，大家一起跑的，然后还要刷一刷自己的圈速。那如果今天圈速不达标的话呢，那我们这个赛照就拿不到手啊，听起来好像有点难。昨天练习下来，我就发现了这个 T16的连续弯道，我可能处理的不是很好。其实单个的弯道走线都是非常好处理的，直接外内外就过去了。不过连续弯道要怎么处理，就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。这里呢，我也去找教练狠狠的去补了一下课。最开始我找不到感觉，所以说不知不觉的就贴着弯心去开了，这样子就会导致 T17这里就拐不过来了。连锁反应，后续的2个弯道更是重量级。这几个连续的弯道最后会有一个超长的直道。如果说咱们最后出弯的这个速度慢了10公里的话，就会在这400米的直道里面都比别人慢上10公里。所以说这里的思路应该是保证最后的这个出弯速度，把前面的这个 T16、17拐成1个弯。你别说，这么下来，我这几个连续弯道还真的快了不少。咱们这一次培训呢，一共是17位学员，但是包括我在内的话，就只有3个女学员。现在呢，我就准备去问一下她们，这个车跟他们平时开出去买菜的时候有什么区别？嗨，在我身边这位其实也是一位博主，同时呢，他也是车主。我想知道这个车跟你平时开的那一辆有什么区别吗？它其实里面已经全都改过了，就除了外形跟我平常开的车是一样的之外，其实里面已经改得面目全非，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台车了。他们改完之后呢，就是在整个性能上面，包括操控上面，其实是要比我们日常的家用车要更激进一点，然后
要更适合下赛道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以比及格线快2秒的成绩通过了赛车考试，拿到了毕业证。这次也非常感谢路特斯能给我这样子的机会，让我实现了一直都想完成的这个梦想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Tilly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